父母那辈跟我们现在的差别是，我们有非常夸张迅速的网路，现在资讯最快的，我看起来是Threads，也不是什么 FB 了，资讯飞快，最快，发现东西第一时间，国道有车祸，马上就有人来拍，拍窗外这样走过去，这边发生什么？就车祸啊，发生什么？你要看到那种第一手最新鲜的消息，要到 Threads 看。我们现在的网络的演算法很变态啊，变成说你没事你去看那个房地产要崩的新闻，接下来每天都是房地产要崩你看久你自己就很被影响，压力很大。所以如果你是自住的话，我建议你不要想太多，你就是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不要想太多。现在适不适合卖适不适合还继续买，你自己在自住中，你买了还没有钱买下一间之前，这些事情呢，老实说要跟你无关，你就不要看了然后去过你的日子，照顾好你的家人，这样子你的日子过得比较舒服。房贷一族拼买房，越晚买房越吃亏，晚5年多付231万，少买3坪，自住一族应该怎么办？先说结论如果你是自住需求，越早越好啊，你就是有自住的情况要解，你就先照顾好你家人再说了。那如果你是等党那没关系，继续等。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讲房租暴涨中，你该跟进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越晚买房越吃亏吗？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越晚买房越吃亏，5年多付231万，还少3坪，首购族压力大。那内容是这样就是根据联征中心最新的统计，晚5年去买房子就多付了231万的总价，然后他买到的空间还变小，少了3.1坪。3.1坪3.1坪听起来没感觉，少一间大概是主卧室的大小了呢。那所以如果你是自住需求的话，你越晚买压力就会越大。专家判断会造成这样的原因到底是不是专家这个先不要吵反正就是依照这个新闻里面讲的判断会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2点。第一点，营造成本不断上升；第二点，小宅越盖越多，才会造成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怎么越来越贵然后房子越来越小那存钱的速度比不上涨价的速度。这边我也补充一下就是我之前开直播的时候，有朋友来问说现在房市冷成这样，之前买的要怎么办那个时候我的回答是不怎么办啊，就继续等你要现在卖你现在卖要面对重税呢，那搞什么？你那个之前热你买了，然后现在冷你就要卖了，那你去做股票真的股票的节奏会比较适合你这样。然后我们做房地产资产都长期主义者就政府都帮我们规定好，其实我们也没那么乖但是就是政府就说那你就是多少以后才会获得那个税金大幅下降的效果，要满5年，所以我们正在处分都是第6年了，那我们就来放我们就变长期主义者，就是这样一样嘛，巴菲特的滚雪球的理论嘛那当时的环境2024、2023的环境你去上车的这件事情绝对是怎么样？绝对是你做完各种评估以后做出来的最好的决定每个决定在当下都是最好的决定。我们又不是白痴，又不是智障，我们干嘛要自己害自己所以当时就上车没什么问题啊我去年又再买一间然后就遇到了美国关税然后黏黏糊糊的一路到现在，谁知道？谁知道？全世界就川普他自己知道而已所以就该上车就上车。然后我看了一下现在那个社区的成交价格还是没什么问题就因为我都做中古如果我做预售的话那可能就麻烦就会很大，但我都做中古。中古就是有真实需求才会去促成的成交，你知道那预售就不一定预售有相当多的人是什么涨了就要卖那中古的买盘很坚挺我们就还在等那个5年，就继续等就这样而已所以我自己是不怎么担心，应该说担心也没用难道现在卖吗？现在卖的话要45%，搞什么东西那我们就继续出租现在收租也收得好好的，然后租金还是非常的有搞头，所以不需要太过担心，我就继续等就好了。本来就是这样，一朵乌云飘过来他说要下雨要下雨要下雨，怎么办？然后我们这样子自产房地产的周期这样子算过，到底几朵乌云呢
嘿啊，然后真正的大雷雨也不是没遇过哦，所以这次的威能看起来，我个人认为还好。凭什么？凭说需求没有被蒸发，那是因为现在贷款难贷，什么有的没的，那不然的话，买房的需求还是相当的健康的，是需求被压制住，不是说那个需求完全不见。所以这我们继续长期自产下去，未来效的几率一定是很高的啊！不然你去做股票，不然你去做期货，不然你去做比特币，对啊，就做房东不是好很多嘛，安全很多，稳健很多。然后我们也看了今年的房市状况，你应该也会认同，现在房市那么冷，无论中古还是预售，其实都没有大规模的出现破盘价的情况，如果有，那也是零星个案哦。所以你前几年买房子的决定，现在看起来还是正确的。再来你要知道，谁适合持续观望，我不知道酸那个但是就是遇到还是讲一讲我们就来讨论，如果是现在的房地产的环境，谁适合持续观望。那第一个当然是等等档等等档当然就是继续等啊，他都可以从2013年这样一路等到2025年了，他继续等，他哪有差，就继续啊，这没关系啊，反正到最后也有胜利的机会啦反正就等就对了没关系一定会被等到他胜利的时候，像现在房地产冷那有一句话叫做坏掉的时钟一天也会准2次啊，没关系啊，就继续等，就继续骂，没关系。你看去年的时候那个等等档就是被多方骂那现在的话是多方被空方骂，没差啊，我们被骂会痛吗？不会痛啊，我们就是继续收租金，这样照顾好租客，稳稳的收租金，老了有房也有钱然后他们可能还在等吧，这个我也不知道。等等档的存在也是看空一族，就是死都不买房的这个我以前也会去酸他们，去骂他们，但我现在转念我个人是认为市场还是需要这种族群这种族群呢也是必须存在的。为什么不然我们租客哪里来？就是源源不绝的租客，就是所以没关系啊，那就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嘛，然后就为自己的决定去负责，没关系啦。来，第二个是想要买特定地区的人，这就需要有一点经验判断了就是如果你只是要住在某一区，或是自产在特定的地区，然后你觉得之前这一区的房价它是被炒起来的，那你现在的确可以等房市的冷清的情况再冷一点，这区域的房价有可能会出现下降。比如说哪边一些就完全是依赖炒作的重划区外围的重划区他们出现下降的风险，那不是风险，那是必定会发生。因为现在建商余屋贷款很硬，你知道，以前建商一个案子500户慢慢卖，其他都可以先拿去做贷款，现在不行了，现在余屋贷款不是不能贷，是整贷3成，然后条件一堆，所以建商他也有去消化库存的压力了呢。对啊，所以外围重划区本来就是市场一转冷的时候率先被市场抛弃的地方。如果你因为你什么情况会去买那？可能你工作啊，真的就工作啊。如果你就是在台北港附近工作的那你去看那个什么观音工业区那边去看那个客运园去炒它，这个是很合理的事情那你自然就有机会那如果你想要等等档然后这边继续等到蛋黄去崩，这个就看你命好不好了我在高雄5大热卖路段那支影片才讲，蛋黄区真的是还有一堆重大建设持续要上，这跟房市冷不冷没有关系，它就是会落成，它就是会营运所以蛋黄区也好相当之坚挺。最后你要知道，自住需求还是赶快上车。那如果你是刚需的话甚至什么要结婚啊，老婆要生啊，买你自住需求先买再说。投资跟自住的需求必须一刀切下去，切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你一定是无论如何，一定是先解决掉自住需求，行有余力才来看自产才来看收租。你不要让自己去就混为一谈，混为一谈你会坐牢我跟你讲，我不是说你会被抓去关，而是你会活得很难过、很不开心。住在一个自己就很讨厌的房子里头，它会涨，那边催眠自己。那你跟被关在里面的这边数馒头数日子等出来有什么不同？先解决自住，先照顾好家人，行有余力再来做那行没余力也没差，那你至少也有自住啊就做这种安稳稳健的选择就可以了。那自住就是这样你再拖下去房子越来越贵，这是必定的事情啊。就2点，第一点通膨，
第二点是那个法规会一路严格上去。现在没看过什么法规松绑然后让大家那么乱搞，并不会，就这样一路严格下去。同层排水啊，以前盖房子哪有在管？像我在看了中古屋哪有什么同层排水这种事情？然后现在就是户户都要同层排水啊，你同层排水你那样搞下去，大家营造成本就是变高啊。那个变高不只是什么进货的料啊什么的变高，其实你进钢筋水泥以现在来说理当是要降价的。为什么？因为台币变强嘛。可是法规是不会回头的，法规就是一路严格上去，就变成这样房子只会越来越贵那刚好能符合你自住条件的房子，绝对是会比自产来的少非常非常的多的你自住你就是要挑你喜欢你老婆喜欢或是你没差，然后你老婆喜欢，这样你就要买了真的是这样。而且你看的房子越多，就有两种极端那你越能够接受现状啊，反正现在就是这样那我就不满意可接受，那我就买了吧第二种极端数量也蛮多的大概五比就是你看了一间房子 A， 然后再去看另一间房子 B， 然后你就会看说A 有什么缺点，厕所没开窗B 有什么缺点B 的话它的那个床头有大梁然后它就会变成你去看下一间 C 的那个条件，你知道你看的房子越多，你统计到缺点越高，然后你拿着这些缺点然后去找下一个没有这种缺点，我靠那很难那真的很难所以就是两个极端，自己小心一点，不要落入了那个极端的陷阱里头自产可以怎么样？比方说就5楼公寓隔套收租人家已经隔好了，你现在才要花大钱去隔，那个不太对劲尤其又在中南部。那你是自住有老婆小孩的人你敢叫他们一起跟你住那个隔套收租吗？这个我们租这很好这个租客养我们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套房然后怎样不会嘛，对不对？你单身男人就算了，单身男人怎样都可以，但你有老婆小孩就不是这样我还是建议你好议价的时候自住先解能上车你就上车如果没有那么急的话，那你就跟房仲讲你的条件嘛，然后约看屋嘛，那你去看一下说现在市场的状况冷热手感。现在好货真的很多，那是去年都不可能丢出来卖的东西现在都丢出来了。那最后也送你一句话，就是买房最好的时机永远都是昨天就这样再来就是今天了，所以思考看看吧。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房子再小下去，那下一个会被牺牲的空间是哪里就一个房子有很多的空间嘛，主卧、次卧、客厅、餐厅、卫浴，下一个会被牺牲的是哪边A 餐厅空间， B 厨房空间， C 老公的床这要讲一下餐厅就是人家讲3房2厅3房2厅，但是那个餐厅通常都跟客厅是连在一起的，他就跟你说3房2厅，你这样要数你也数不出来那个第二厅。你想说不是2厅吗一厅是客厅，另一厅是什么东西？神明厅不是，大概都连在一起。然后现在的餐厅空间以新的建案来说都很逼迫了啦都是比方说做个中岛或是怎么样假中岛就是去吃掉那个客厅的空间而且餐厅是现代人的开火下厨再说厨艺也没很好反而西方的料理食谱比较受欢迎，比方说烤饼干、做松饼之类的。那烤饼干、做松饼需要的是炒锅那些吗？不是是什么？是电器柜甚至说只要有一个餐厅还有电器柜，然后单口炉都没差，反正就是煮火锅、煮泡面而已嘛。然后再来是厨房也是个很很特别的就是我个人认为房子再小下去一定是厨房会先被牺牲掉，因为那个厨房的需求是女生要男生不要，你知道男生最没差最好厨房就把它我只要有一个茶水间就好了，我也没有要干嘛。那你说要煮东西我自己在客厅房子就在小了，我自己在客厅搬一台电磁炉出来，我在那边煮了对我来说我都没差对女人来说就是一个家的感觉我要在里面做料理人间烟火气那这样子才是有那个生活的实感之类的。但再小下去你就会发现因为厨房的尺寸是不能缩小的，客厅可以你3人座 L 型沙发放不下，你就放2人的 L， 然后2人 L 放不下，你就放3人自拍沙发，这是可以调整的。厨房都几乎不能调整，厨房当然有大有小了，但是它的锅具尺寸就是长那样你要一个完整动线的厨房，取菜区、洗菜区、切菜区、料理区，然后最后再来一个上菜区的话，
以小空间来说太过奢侈，所以这个厨房哦真的是要想一想，说不定接下来马上就会被牺牲掉。我去看过啊，我去看过高雄的一个中古屋，这个我直接讲应该没关系，你去看应该有同样的感觉，就是那个摩天高雄哦，在三多商圈大圆柏对面，我故意去看一个2房1厅哦，它里头厨房怎么设计哦，很屌真的很屌我看到其实我很喜欢，你知道吗？就被骂了哦，很喜欢，你知道，它厨房哦没有排烟管，它那个地方啊根本就是一个茶水间，真的就一个洗手台哦，然后放一个热水壶，然后放一个电磁炉啊，就这样哦，就这样，上面也没有排烟管，也没有干嘛。然后我看到说，哇靠，这是我梦中厨房啊，就是这样啊，除个屁，就这样，浪费那么巨量空间我也不会去用哦，就这样，公司茶水间很够我用了啊，也能做啊，也能住啊，对不对哦？所以有什么问题哦？然后 C 选项 C 老公的床。看你啊，看你老公对你好不好。如果真的不要，就叫他去。其实床的解决方案是很多，也不一定要是那种哦。好啦，就看你老公对你好不好。对哦，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哦，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故事讲故事，跟你分享一个会员朋友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我当然有做润饰啊，然后姓名打马赛克征求人家同意这样来，这次的故事主角叫阿龙，是一个很标准的中产阶级每天加班当社畜。去年8月他终于买房，然后就被同事笑这老板会继续压榨你之类，因为你不敢离职嘛，你有房贷要背嘛9月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也知道，第7波信用管制，阿龙就有来赖我，很紧张嘛，就说怎么办，我刚交屋我是先安慰他说没事，我看过更惨的局面大家也都好好的那后面几个月的各种乱象消息你也有印象嘛？新闻一个接一个，群组里各种分析，各种风向，房价回档，投资客断头，预售屋打折什么一大堆然后他看了就很心烦意乱他就在那边看看又怕就来问我这样那看到一个某某新闻说房市要崩，就丢给我，真的是丢几折了，10几折20几折真的有说真的，我每次看他这样子我真的是也会被影响，我想说奇怪，你看的是跟我同一个市场吗？怎么会这样？我就觉得没那么惨呢那我们就去跟高雄前辈那边喝酒干嘛的我的高雄前辈就是那个业配出现的
美术之星林店长哦，美术之星林店长，那就听一下，他们就是真实市场第一线，然后他也是规模比较大的店哦，看这个现在市场表现怎么样。老江湖啊，我是看房子看好玩，他们那个是实实在在的在做这个生意哦，所以他们的信号是非常值得采信跟参考的，不然你去相信那个新闻媒体。我就这边听吧，听他们讲完，我说真的还好，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被压制哦。就跟你教一个男生，就是从小到大到20岁之前，通通都不能打手枪，严密监控，你看看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哦？他就是突然有一天能够解放的时候，变成变态狂魔，大概就是这样。就现在需求是被压制，需求它不会消失的。扯远了哈，那我们继续讲阿龙。那阿龙他也就开始就说一节食了，说什么要做最坏的打算，他做到什么程度？本来早餐店都是直接叫早餐店外送啊，现在是省钱，省钱到什么程度？自己冲麦片啊，想说真能吃就好不会饿就好。午餐啊就带便当，晚餐啊就是那个友善时光不然就自己煮个泡面或者干嘛。现在也比较少去那个聚会，我就跟他说，你这样就没那么严重，你这样省是也省不下多少钱，你这个是。然后他就说他这样比较安心那我想说好吧，算了，你要省就去省因为我一开始缴房贷的时候，我也会怕嘛，我也会出现很多很奇怪的省钱的举动。然后后来这个阿龙慢慢就越来越少密我，直到最近这2个月，他才又丢了一个川普关税的新闻给我，他就闲聊我就问他说你现在这个泡面吃的怎么样？燕麦吃的怎么样？他说没有了，他还是觉得说就在外面吃就好了我说你不是要省？他说对，就是要省但是他后来发现他随新闻起舞生活都受影响就继续过自己该过的日子，缴房贷，工作稳定就好了就是每个月都缴得出来这样就好了，不用刻意去压缩自己的生活品质就是这样。之前看到房市要崩的新闻就会去爬591来看附近房价，对比这个新闻有没有崩，每次滑每次都没有，连续半年都没有。有时候会看到急售的物件一打过去又卖掉了，数量真的很少，所以他现在就有一点抗体了，他后面慢慢就麻木了，不知不觉但房贷也缴了快1年我问他怎么样，痛不痛？他说还好就是这样就跟孝亲费一样就是规划一笔，然后就是这样扣而已那最后他的结论他自己告诉我，就反正该缴的钱缴一缴剩下来的钱能过日子，也不是多拮据，这样就好了就算是大跌，他也不会说整个卖掉认赔，因为他就自住卖个屁就算是大赚，他也没办法脱手因为他在自住所以他就不想管那么多，把自己的日子过好，照顾好家人，这样就好了。我也觉得这样蛮好的因为就我们爸妈那一辈也都是这样房子买了以后生活照顾，有一些房贷银行很厉害嘛，什么合库合作金库，你没事你会走到合库去开户嘛？你除了公教人员以外然后房贷是他放的，你就要去办那一本簿子，那个簿子真的是拿来缴房贷的，其他什么信用卡一律没兴趣。然后20-30年了，那本簿子没换过，就意思是转贷没做过父母那一辈不是都这样过来的，我们也是房子买了以后继续过生活，不知不觉有涨价涨价就赚到，没涨价我在自住我没差就这样只是我们现在的差别是什么父母那辈跟我们现在的差别是，我们有非常夸张迅速的网路，现在资讯最快的我看起来是Threads，也不是什么 FB 了，资讯飞快，最快发现东西第一时间，国道有车祸马上就有人来拍拍窗外这样走过去这边发生什么，就车祸发生什么你要看到那种第一手最新鲜的消息要到 Threads 看。我们现在的网络的演算法很变态变成说你没事你去看那个房地产要崩的新闻，接下来每天都是房地产要崩你看久你自己就很被影响，压力很大。所以如果你是自住的话，我建议你不要想太多，你就是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不要想太多。现在适不适合卖适不适合还继续买，你自己在自住中，你买了还没有钱买下一间之前，这些事情老实说要跟你无关，你就不要看了然后去过你的日子，照顾好你的家人，这样子你的日子过得比较舒服。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
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再加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再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